是夜空，你是银河，终于完整了。当有你来唱和，再多苦涩，我有把握笑着，都晓得这声躯壳，一切终将干涸。趁着我还有记忆，我想大声地说，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的过客，有过感动的片刻，我比谁都深刻。可能你永远不懂得你对我多独特，唯有你才是真的。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，懂你的喜怒，加上我的爱了，一直唱着唱着。我呢，要你在这里住得舒舒服服的。我找了一阵子才找到这个符合要求的公寓。第一就是要靠近你妈的家，方便照应；第二呢，就是要有3间房间，1间房间是我们的，另外2间就给孩子，1间睡2个，4个刚刚好。樱木森，你再说一次。可以啊，3个房间，第1个房间是你跟我的，另外2个房间呢就是给孩子，1间睡2个，2 + 2 = 4。你要跟谁生这么多个孩子啊？当然是跟李正玉小姐了。生这么多干嘛？我眼睛又看不见，谁照顾他们？我可以帮忙的啊，也可以请2个女佣，4个孩子没问题的。不要，我只要1个。1个，而且最好是女儿，我们全心全意的爱她。新郎呢？来不了，为什么？被抓。因为你出来后，孩子已经5岁了，我得违背我的誓言，我不等你了。这5年，对一个孩子来说太重要了，在信守承诺，还有当一个尽责的妈妈之间，我选择了后者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个孩子更重要的。你出来后，可以来看孩子，但是我不会让孩子认你，因为到时候，孩子已经有个正常的家了。我们已经错过了，我等不了你了。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知道你在这里是吗？因为我神通广大，悄悄给你装了一个追踪器。你不相信啊？你说的追踪器不就是根哥吗？没错，我的活动追踪器就是根叔。没办法，照顾你就是爹地给我的任务，不能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根叔说你来到了公园，没想到这个公园这么大，找到我一身臭汗。跟你爸说没这个必要。其实说起来，你有今天的下场，我也要负一些责任。关你屁事啊！是我叫爹地用你的。莫大小姐啊，当时你只是一个小孩，而且你也说过了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，要怪是可以怪自己啊。也对，你也太笨了。何建志本来就是你的挡箭牌，你干嘛不用他？你知道他现在混得多好吗？现在有了我想知道，
好吧，那就不说他。我有东西要给你，这是现代人不能缺少的东西——手机。我的手机号码已经在里面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，没事也可以找我。联络你干什么？找我聊聊心事什么的啊。我读的是心理学，我可以帮你开解心事。我没有心事啊。怎么可能？人人都有心事。我没有，也不需要你这个手机。你总有一些人你想联系吧？没有。那你的好兄弟，心条，你不想找他？不想。坐了几年牢，六亲不认。沾上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你也一样。快走吧。事情都还没办完呢。那这些钱你先拿去用，里面还有一张卡。莫大小姐，我有手有脚，明天我会找工作的，我不需要钱、卡，还有你的手机，去拿回去。这里蚊子多，没事的话，快走吧。那你呢？你不会是想在这里过夜吧？那好，我也陪你啊。在想什么啊？你心里应该有很多疑惑，我为什么会跟 Rachel 在一起？那天在酒吧，你给了他一张名片。那么漂亮能干的律师，他肯定忘记不了。他没有找我，我也几乎忘了他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我这一生最痛恨的男人。这理会费需要多少钱啊？现在大概18万吧。18万？我不像你啊，是个小富婆。你少来了，谁不知道你是 partner 的人选啊 ？Megan。Megan， 你先走吧。好吧，拜拜拜。你不认得我了？有些人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我们能谈谈吗？我现在是一名律师，谈话需按时收费，通常1分钟100，你1分钟300。Megan， 我现在计时开始。能再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你做了不可饶恕的事。我伤害了你，我非常抱歉。我有我的苦衷。如果我当时不听我家里安排的话，我就会失去一切。但是我心里是十分痛苦的。让我弥补你好吧？我现在能独当一面，谁也别想阻止我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愿意补偿一切。说完了吗？2分钟，600块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忙的。
请付费。Megan，你别这样好不好 ？Megan，有钱什么都干得出啊！收买凶手，制造假车祸，还想一尸两命。这件事你知道吧？我可以补偿。补偿？你要怎么补偿？那是一条小生命啊！我呢？我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。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的？不要拿这些钱来恶心我。Megan，你别这样，给我多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放手！别这样 ，Megan，自动点啦！人家都说放手了。先是你，后是那个烂男人，让我跟Richard在一起啦。我现在有点后悔了。那天晚上不应该叫你出来喝酒的。我们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。那晚我跟他吃了一顿饭，蛮好聊的。感觉他这个人怎么说呢？不会掩饰自己的坏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他坏，但是他不奸。跟他做事的人，该给的他都会给，而且是大手大脚的给。大家互相利用，各取所需，谁也不欠谁。就好像他跟六木一样。嗯，还有你，你们帮他做事，他会给你们该得的。但是，一旦出事了，你们也得自己扛。他也一样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有得必有所失。得到了也不需要感激，失去了也不需要怨天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。没错，就好像我当年在前途还有友情之间做的选择。我选择走上这条金色大道，背弃了这么多年的兄弟之情。你会看不起我吗？不会啊，换成是我，我可能会这么做的啊。Richard也说了，铃木森得到了很多，更何况他出狱后会有人照顾他，他这一辈子啊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了。他应该出狱了吧？应该就是这几天。他会来找你吗？不会。这么肯定？我跟他那么多年的兄弟，我了解他。那你会去找他吗？也不会。你也蛮绝的啊。有些东西，就算找回来，也变迟了。接着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喜欢我吗？你担心Richard会下来啊？我现在又不是他老婆。我跟你说个秘密，其实我跟他到现在还没有上过床。我现在已经学乖了，男人想要得到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要挑一个真正爱我的。所以你喜欢我吗？你应该知道答案。我想要听你亲口说。是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那你愿意为了我放弃Richard给你的一切吗？我愿意。回答的这么快，看来我在你心目中真的蛮有分量的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你点头。建志，你对我好，很尊重我，
我很感动，真的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你保持距离吗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太深不可测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？你在国外有一个女人，孩子已经5岁了，对吗？你不用觉得不自在，男人在外面打拼，很能耐得住寂寞的，这我能理解。但是你瞒得那么好，我还真的以为你抗拒得了诱惑。如果我真的接受你，你打算隐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真婷，你不需要回答，因为这不可能发生。是瑞哲告诉你的吗？他以为我知道，我也让他以为我知道。简直，我真的很感激有你这个朋友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的人生早就糟透了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对吗？当然。今晚在这里睡啊？我跟手指皮的阿婆买的，你的，我的，我们今晚就当流浪汉吧。开始吃吧。好吃。真的很有水准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一个天大的秘密。
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炒粿条小贩。真的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。老头最爱吃炒粿条，而且他只认定一档，唯一的一档。每次妈知道他要回来的时候，就会带着我特地跑去那个档口，去排队买炒粿条。我就很爱看那个炒粿条小贩炒粿条的样子，专注，非常的专注。他的每一个动作，就好像专业的舞蹈员。我当时就着迷了，我就想我长大后一定要像他一样，当一个炒粿条大师。大师，不是小贩。后来他们两个的关系变得不是很好，老豆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，当你怨一个人、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还有可能还爱着他的。有一次，妈知道他要回来，也是一样，特地去排队打包炒粿条。只是那个晚上，她就等不到她老公回来了。我就跟她讲嘛，爸不会回来了，这一盘炒粿条我们就吃掉吧。她就忽然抓狂，又闹，又叫，又骂。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吃炒粿条了。当炒粿条大师的梦想也没有了。不过还是很喜欢下厨。我有半年时间待在法国，跟一名退休的名厨学厨艺。怪不得啦，我还以为这些都是你的厨师准备的啊。可是学完之后，我就从来没有下过厨，直到今天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只想为我心爱的人下厨。那我今晚真的是沾上光了，敬你们两位。来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一个真心爱的人。对我来说，女人都只是玩物，你要花得起钱，要多少要多少。可是我错了，原来我也可以有一个我真心爱的女人。可能是我太寂寞了。你知道寂寞是什么吗？寂寞就是你以为你什么都有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有，连一个爱你的人都没有。所以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介绍梅根给我。还有，我要你对他死了心。逃不过我的眼睛的何建志，你喜欢他对吗？不要和我争，你是永远都赢不了我的。于雪，我不是不想和你争，我是连争的机会都没有。那是一定。我认识郑婷很多年了，他如果肯接受我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他一直把我当成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你还是没有对他死心对吗？现在死心了。想说什么？
你听过阿德登这个人吗？听过，一个富二代，他的家族在印尼很有势力的。他之前一直缠着真婷，我把他赶走了。这家伙怎么了？真婷有跟你提过他吗？有提过，说他是个讨厌鬼，应该是真婷不喜欢他，对他一直死缠烂打吧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真婷那个时候还在念保利，阿德登在学校很高调的追她，有钱人嘛，花了几天。当然，真婷也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孩子，她不会因为对方有钱就选择跟他在一起。可是阿德追了她很久，也终于打动了真婷。真婷之后就怀上了他的孩子。后来发生了场意外，真婷流产。可是这场车祸发生得很突然，我一直觉得是有人刻意制造的。阿德登之后就消失了。我听说他去美国念书，娶了一个千金小姐做老婆。Richard， 你如果跟真婷只是玩玩的，我不会告诉你这些。但既然你对她是认真的，那我必须跟你说，因为你迟早会知道，我们那么好的兄弟，我不要让你觉得有什么事是瞒着你的。好的，没事了。Good night。过来，来呀，来，你要做什么？走开！你在做什么？你一定没想到我还能睡街头吧？如果你以为我是那种饭来张口、钱来伸手的千金大小姐，那你就错了。我也一度忽然闹失踪，连我父母亲也联系不到我。我一个人背包旅行去了，还专门去找那种非常危险、没人敢去的地方。哎，干嘛不说我嫌命长？说你干嘛？我又不是你的谁。我跟你领了6年了。错了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密得很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早就已经被车撞死了。是你才有今天的我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是救了我，也不会有后来和现在的你。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，我们不只有关系，而这关系奇妙得很。我饿了。明木森，我说我饿了。我不饿。你是机器人啊？机器人也是要添油吧？我知道你现在口袋空空的，但是面子跟肚子比起来，还是肚子比较重要吧？来，跟我走。你怎么又不吃又不喝的？你不是很喜欢喝咖啡的吗？而且炼奶多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？应该是你那傻傻的兄弟叫什么名字？金条，他告诉我你喜欢喝炼奶多的咖啡。我不喝咖啡了。理解理解，咖啡不变，人变。喝着不变的咖啡，想到变了的人，心里一定很难受。
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心如止水了，因为你心里已经没有了爱。不要自作聪明。绝处也能逢生，不要放弃希望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？我知道什么是绝处逢生，而且我不在绝处，我出狱了，自由了，我现在很好。没有啊，你什么都没有哎，你没钱，你没家，也没有你那位李真美。你现在就在人生的绝处。哎，猪都还没吃完呢，真浪费。你在跟着我了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怎么跟我爹地交代？我是不是拿了手机还有穆先生的钱，你就可以回去交代？拜神啊，我也要拜拜。嗨，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办老人院啊？有的。这些钱都捐了。你在干嘛？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吗？还有这个表，你捐了。先生，留个联系方式好吗？我们把收据寄给你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林木森，你手机不准给人，还有我随时打给你，你都要接，不然的话我会一直跟着你。我是说到做到的。手机我收下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你只有在发噩梦，还有需要人家说话的时候，才准打电话给我。答应不答应？要不然手机就还你。答应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，别走开啊，我过去买点东西。哎，佳慧是你哦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好久不见。昨天。哦，怪不得了。哎，最近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爸妈呢好不好？都好。我们也是这样子老样子哦。佳慧。哎，我们改天再聊吧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金条哥，你的脚没怎么。你不是去泰国吗？几时回来的？哦，昨天回来的。你有看到木森哥吗？他还在里面。他昨天出来了。他昨天出来啊？嗯。我昨天直接从机场想要到监狱外接他，可是他已经离开了。我以为他会来找你。没有哎。不过我有写信跟他说哎，我搬家了，我有放我的新地址给他，跟他说出来哦，一定要来找我哎。雷公婆。哎，佳慧，你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妈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啊妈，干嘛啦？你不要一直称赞佳慧了。六木哎，六木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六木有没有来找我？六木出来了吗？他昨天出来了。不过我到监狱外接他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我以为他会来找金条哥。没有啊。我知道他去哪里啊？啊？
不觉得木森哥会去找郑玉姐？六木这一生中只爱过一个女人，就是李正美，李正玉就是李正美，李正美就是李正玉。贝贝，小心啊，不要乱跑哦。哎呀，你走快一点啦！妈咪，我的鞋子里面有沙。好，你自己弄一弄，我在前面等你啊。我怀孩子了，是你的。我决定把孩子生下，给他一个完整、安定的家。我要他像其他孩子一样，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因为你出来后，孩子已经5岁了。出来后可以来看孩子，但是我不会让孩子认你。妈咪，我好了。一起走吧。怎么突然间有沙子跑进去啊？不知道。还会痛吗？不会了。小美阿姨，佳慧，还好吗？好好好，哎，雷公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好久不见你了，哇，更漂亮了。你也是。我老了。我听说你去曼谷啦？我在那里当hotel manager，顺便陪男朋友吧。哎，什么时候要结婚啊？正在筹备。恭喜你啦！谢谢。以前你跟真婷这么好，常常来我们家吃饭，现在各自忙各自的，都疏远了。大家都忙。可不是，真婷当了律师之后啊，从早忙到晚，1个月啊难得回来家里吃一次饭。你们说过了没有？哎呀，没看见他们在说话吗？那么大声干什么？真是没用的东西！李公婆不要打他了，他一定是一整天坐在轮椅，心情啊难免会烦躁一点。有什么办法啊？医生叫他去做什么物理治疗，治来治去还不是老样子。我听说啊，有一个老中医，他针灸很厉害的，半身不能动的中风病人，给他针灸2个月之后呢，就可以走路了。你要不要给他试试看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我去帮他约个时间哦。好好好，你真是好人，都怪我有眼无珠了。阿妈，先说这些做什么？进来。他是怎么啦？郑玉姐在吗？他是不是跟六木出去啊？你看，我都说了嘛，六木一定是来找他的。哎呀，都叫你不要出声了。他出来了，佳慧她出来了。昨天。
所以六牧是来找郑玉对吗？如果我看到他的话呢，我就要滚水把他淋个皮开肉绽的。你那也可以这样对他？说还说，那还用问吗？他明知道自己要去坐牢，还拉着郑玉要去结婚。他没有拉郑玉哦，是郑玉他自己。是我那个笨女儿说要去跟他结婚的，那又怎样呢？为了郑玉好，他是不是该拒绝啊？他去坐牢要我的女儿等，他真的是很自私啊！幸好老天有眼，在他结婚之前呢，捉他去坐牢，要不然我女儿这一辈子就完蛋了。你不可以这样说哦！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说？郑玉是我的女儿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跟她拼命都可以啊！小美阿姨，佳慧，我知道他是你的堂哥，可是他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你有看新闻吗？很多投资者都是老人家，他们是用养老金去投资的，突然间钱没了，拿什么去养老呢？他连老人家的钱都敢骗，你说他是人吗？他有多苦、多委屈，你们知道吗？好了，够了。木森哥是代罪羔羊，你不要再替他说好话了。他不是笨蛋啊，他被人利用，他不知道吗？现在呢，他是心甘情愿被利用啊。郑玉有没有跟六牧在一起？我在这。林木森，你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要看看孩子。孩子？谁的孩子？我的孩子啊！林木森，你给我听着，贝贝是我的孩子，他姓王，是我陪着郑玉去做产检，是我从鱼市场赶回家，把阵痛的郑宇送进医院，是我陪着他在产房一天一夜，亲眼看着贝贝出事，是我帮贝贝换尿布、喂奶、洗澡，是我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，我才是贝贝的爸爸。你呢？因为郑玉为孩子做了什么，竟然还有脸说孩子是你的？我跟你说过，郑玉是个很善良、很简单的女孩，请你珍惜她，给她简单的幸福。你还记得吗？根本就没把这些话当一回事。要不然会有今天吗？太迟了。有些东西失去了，就永远失去了。郑玉现在很幸福，贝贝也是个很快乐的孩子。我会不惜一切的保护他们，绝不会让你来破坏我们一家人的幸福。林木生，贝贝是我的孩子，我的，你听到吗？你对我多独特，唯有你才是真的。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，懂你的喜怒，加上我的爱了，一直唱着唱着。我是夜空，你是银河，终于完成了。当有你来唱和，再多苦涩，我有把握，笑着，都晓得这声躯壳，一切终将干涸。趁着我还有今夜，
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